哼，这股烦人的酸臭味，纵然是这万载清气也冲不散。真不明白，老祖为何还要留着这些蝼蚁？哼，没有这些蝼蚁去雷火矿场，你我的聚灵阵哪来的资料？看那个人已经在这里晃荡10年了吧？红尘如钩，唯有断根，方能见长生。今日归来，便是断最后一份阴。小北，爹在这里。这凡间的铁锈味，真是令人不忍。石大哥，他早已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孩子了。仙门入体，凡心已死，你这又是何苦？他不记得了。3岁那年大雪封山，他想吃澡堂，我背着他在雪里走了50里路。他不记得这双鞋是他娘临走前一针一线缝的。你的这根骨头，炮已经没用了，给了他就是他的命。仙门近日在收缴红尘税，凡人若交不出3生灵砂，便要被抽走3成生魂去修补护山大阵。石大哥，你要躲。交不出灵砂，那便用命来填。动了就会暴露，为了小北，我要活下去。凡间的花连一丝灵气都没有，真是废物中废花。爷，捡起来，花黑给他。一个跛子在教我做事，你身上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，也敢在此淫淫狂吠？邪术，诛劫穴。你练了什么邪术？滚！北辰仙尊有令，清场。窒息药。你动了那股力量，你会死的。每动一次，你的命就在烧。如果不烧，我怕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了。当初那块骨头放进他身体里的时候，骗局就开始了。
这燃心术是禁忌中的禁忌，他不是在借力，是在拿命去填那个填不满的窟窿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等你见到北辰仙尊，你的骨头就先化成灰了。灰也好，至少灰是干净的。我这副残躯，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知悉，别在我身上浪费药草了，那是你用来治眼睛的资粮。我的眼睛下在皮肉，你的心却下在执念里。石大哥，你为了那块仙骨断了剑道，废了修为，甚至答应老祖永世不上通天峰。可他已经不是石小北了。他是我儿子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那块骨头在他体内跳动，我就得看着他，护着他。哪怕他已经忘了我，哪怕他要把我当成蝼蚁踩碎。昨日闹市之中，有人动用了不明义力，震退了内门弟子。老祖有令，绝不允许这方圆100里内有不安因素存在。灵压反应消失了，但那股焦糊味还在。这一带全是挑山工和废人，谁有这种本事？今日便让他现原形。昨日闹事之事，你可瞧见了？大人，小人昨日一直在铺子里打仗，并未出门。奇怪，竟真是一丝灵力也无。这种脏地方竟然有这种姿色，带走正缺个喜脉的妖引。她只是个眼瞎的民女，放过她。这种破烂也当宝贝？多谢，把鞋还给我。你不是凡人，你是妖物。你杀了仙门的人，他们很快就会封锁这一带。石大哥，走吧。大点再急，通天峰被封锁的像个铁桶。知悉，你走，带着这个去找城北苏记药铺的掌柜，他欠我一条命，会先你出城。九鼎归一，古化真神，老祖，你终究还是要用他的命去填你的长生路。这种粗劣的体术，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失踪多年的人。石燕，你果然没死。老祖答应留你一命，让你在山下苟延残喘。他们动了不该动的东西，也动了不该动的人。北辰仙尊明日要亲自主持洗脉仪式，他不知道你是谁，但在他心里，你这种蝼蚁必须亲手斩断，才算彻底断了红尘。今日北辰仙尊将带兵巡狩，收缴红尘寨，开通天路。红尘尽头是虚无，看台下那些蝼蚁，他们存在的意义便是成就你的神路。去，占了那个罪名。弟子谨遵祖命。罪名害了我们，该死的！你便是昨日在闹市伤我门徒之人。真像他娘。胡言乱语！剥离仙骨这种事，你也配做？今日我便替仙门清门户。小北，
你要杀我，那便借你的手杀掉我体内的那道诅咒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你体内的气息能引动我仙骨的战力？我是被你们仙门剥皮拆骨的鬼，是死在那个大雪天里的孤魂。妖孽，竟敢在天蜀城撒野！布阵，快布阵杀了他！那是阿烟的声音。窒息姑娘，跟我走。她既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就是为了给我们争取离城的机会。我不走！他若死了，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你糊涂，这是仙门的陷阱，他是故意引我们入局的。那一年的大雪，你还没忘吧？活下去。从我的脑子里走开！苏掌柜，你告诉我，石大哥当年的身份绝不只是一个天才剑修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当年仙代人黄陨落万法枯竭，是他以身为盾，挡住了仙门第一波收割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了弱点，老祖用小北的命威胁他，要他交出圣品仙骨和守火人的传承。他答应了，但他留了一手。还不肯开口？就凭这几个小玩意儿，你们自诩的名门也不过如此。为何如此熟悉？我好像弄丢了什么重要的人。忘了那些凡尘旧梦吧。石岩把最后一丝燃心火传给了我。窒息，明日我会去接场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带着这个。要救，我们一起救。我有办法混进通天峰。这是通天帛，只要用了它，没人能察觉我的气息。你疯了吗？这可是被封禁的神物。今日一夫之血，开子之神图，小北亲手挖出他的心，祭奠你的仙道。小北，最后看爹一眼。老祖，你想要我的血脉传承，那就看你接不接得住这万家灯火的苦。
没死透吗？竟然自燃命魂来抵挡夺舍。也罢，只要那颗传承种子进了这小子的命魂，大局已定。石大哥，你用命换他清醒，将用你的脸走完这条弑神路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一股反骨之火绝不会平白无故消失。老祖说了，为了一箭之苦，你们所有人都要填进忘魂饭。糟蹋血滴骨头血，地图变坏！老祖给你的仙骨不是让你用来怀念那些蝼蚁的。快说，那个罪名在你体内留下了什么？他在笑，他告诉我，仙人的骨头是冷的，凡人的血是热的。疯了，你彻底疯了。石岩，不，你是芷溪姑娘。是我，苏叔，他真的回不来了吗？他点燃了命魂，那是反骨修行的终局，名为化灰。芷溪姑娘，他不让你去，就是不想让你亲眼看他消失。这是当年追随他的那些凡人兄弟。他们不是死于妖兽，也不是死于战乱，他们全是被仙门当作药扎炼了丹。不是他要守护的真相吗？不，这只是恨。真正的传承在这一行字里：凡火不息，众生不灭。芷溪姑娘，既然你选了这条路，你就不再是芷溪，你是石岩。从今日起，会让这天下的仙人知道，那个脖子铁匠回来了。老人家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有没有见过那个受伤者的同伴？不知死。既然不说，那这间屋子里的几十条奸命就替那罪名抵债。你不是被老祖拍碎了吗？你是人是鬼？好疼！原来石大哥每天承受的就是这种骨头错味的痛啊！你做的太险了，那位大人若是亲自出马，这层伪装瞒不过他的法眼。他在那次冲击中受了伤，正在闭关。苏叔残页上提到的守灵人到底在哪儿？那这出现了尸炎的踪迹，5名外门弟子死了1人，剩下的疯了。荒谬！老祖亲手将其神魂拍碎。除非他是万古难遇的涅槃体，否则绝无生还可能。属下查过，那个盲女消失了，但南城杀人者见招气息和尸炎一模一样，墙上留有4个血渍。什么字？还我仙骨！那个铁匠没死，他从阴曹地府杀回来了。
小北，外面出现了一个叫石岩的人，他在挑衅你的尊严。他没死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死。既然你想见他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3日后你带兵出征，亲手平了南城。如果那个人是真的石岩，你就再杀他一次；如果是假的，你就用万人的血来洗刷你的动怒。如果我以你父亲面貌出现，你会杀我还是救自己？师兄弟，跨过这道虎口是盘古的禁区。当年老祖曾亲率3000剑修女踏平此地，结果半数折损，这里压制一切灵气，唯有那股气能走进去。我听到他们在哭，也在笑。苏叔，你留在谷外，若我3日不出，你便回城，想尽办法把小北带走。哪怕是废了他的修为，也别让他留在老祖身边。晚辈石燕，求见守灵人。那个为了儿子把自己拆了卖给仙门的蠢货，他不是已经化成灰了吗？他是化成了灰，但他的火还没熄。皮是真的，香也是真的，但骨头是假的。说石焰在哪儿？守火人传承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。石大哥已牺牲，晚辈此来不为传承，只为借长明灯一用。仙门欲灭时收割，天下凡人需要一点光。那灯烧的是守火人的命，他既然没教你如何点火，说明他想让你活下去。从我戴上这张皮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仙尊，所有与罪民石岩有过接触的匿名军已押解至此，共计1321人。时辰已到，第一批行刑。小北，等爹打完这把剑，带你去买灶糖。停手！仙尊，老祖的命令是……我说停手。小北，你在动摇。这只是红尘中的伊丽莎，你若不忍，便修不成真正的无情道。杀掉他们！师尊，若修仙是为了杀掉曾经的自己，那这仙道不要也罢。放肆！既然你下不去手，那为师便替你动手。这盏灯已等了太久，它的燃料是魏晋的宿命。只不吧，这一步踏出，便再无回头路。如果是为了心中所念，即便燃尽此生，又有何妨？
祖师在上，我等不辱使命。窒息姑娘，快脱掉这张皮！长明灯的力量太烈了，他在把你当成灯油在烧，再不脱下来，你会和这张皮长在一起。脱不掉了。苏叔，从点燃灯火的那一刻起，反骨意志已经接管了这张皮。如果我现在变回去，长明灯瞬间就会熄灭，那些觉醒的凡人意志会再次陷入永恒的黑暗。这就是代价。石岩当年博古是痛，你如今舍弃自我更是痛。这些仙士只是前锋，荒原下的老祖宗们被长明灯引动了食欲，再不走，你们都会变成这万众谷的新邻居。那盏石灯，看来那个跛腿的人竟然真的在那里留了后手。老祖息怒，但那长明灯的红光，杀光便是。传我法旨，开启寒蝉冰封阵。我要让天数城方圆100里化为永恒冻土。看他在绝对的寒冷面前如何燃得起来。放了他！老祖说了，只要你肯亲手捏碎这枚玉盏，立时回归仙道，这冰封便会解除。逼我进城，不能进，这是个陷阱，瞬间就会被万箭齐发。苏叔，长明灯之所以叫长明，是因为它必须照亮别人。如果我躲在这里看着他们被毒死，那这盏灯点燃的意义又在哪里？做最后一件事，散布消息，告诉所有人，石岩回来了，他带回了火。别睡着。苏掌柜，那是真的吗？石老大真的回来了？他回来了，他不仅回来了，还从万众古带回了凡人的命根子。师兄弟说了，
仙门想冻死我们的血，那我们就把血收起来。我们要怎么做？只要石老大一句话，我们这把老骨头随便他拆。3日后，老祖要在通天峰举行岁禅典，要当众捏碎仙尊眉心的传承。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师兄弟需要1000名不怕死的汉子，用你们的血去祭那一座反古剑阵。石岩当年不仅留了灯，还留了剑。但那把剑没有实体，它藏在这万古凡人的脊梁里。女娲，你现在的修为握不住那把剑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愿意让万鬼穿心，用这张皮去承载万古凡人的怨念。我已经没有自己了，来吧。老祖，我的骨头，你还拿得动吗？不对劲，老祖明明拍碎了他的神环，这股气息，不是灵力，也不是生机，是死而不降的怨念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此乃乱你意志的幻象，杀了他！你到底是不是他？如果你是他，为什么要丢下我10年？如果你不是他，为什么你要带着这双眼睛来找我？小美，爹来接你回家。乡亲们，石老大回来了！仙门把我们当药渣，当血食。今日哪怕是死，也要在这些神仙身上撕下一块肉来。完了，跟他们拼了！既然你要求死，本座变成全你们父子！我想起来了，澡堂是真的甜啊！不能让他死！如果他死了，这牺牲都白费了。万鬼天力，以我残躯，换他长生！辛苦你了，接下来的路你带他走。不是大哥，你明明还在，你快回来救他！我早已是苦，留下的只是这一抹不甘的念头。
那枚玉蝉里藏着反骨的最后一丝本源，当它碎裂时，就是老祖夺舍的时刻。你要在那之前斩断这条命轨。对不起。阻止我，不能让这股力量吞噬一切。竟然毁了本座的容器！石大哥，你护他10年，剩下的路我替你死。仙道已死，凡道为首。从此以后，这人间再无北辰仙尊，只有名为石小北的守火灵。小北，别看，别想了，走。仙门的援军很快就会从其他山头杀回来。老祖虽然受了道伤，但他绝不会放过你。祖叔，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路吗？用你们所有人的命换我这根骨头。那个盲女竟敢用这种禁术同归于尽！雷律元神可是本座耗费1000年才炼成的长生饮。老祖，北辰，不，那个孽障已经带着食言的反骨逃进了贫民窟的暗道，我们的人拦不住他。他现在的力量很奇怪，那是反骨的燃髓力，他撑不了多久。传本座法旨，封锁天树城，开启万魂追命仪。我要让他身边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成为折磨他的噩梦。吃点吧，小北，不吃饱怎么熬得过今晚？小北，你爹当年的铁匠铺下有个暗格，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天，一定会留点东西给你。我回来了。仙骨是骗局，
是牢笼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谎言。老祖有令，请你回山受死。钻高那个老杂碎，这条命我先留着，等我从苦海回来，我要用他的头系着满城冰雕。石小北融合了反骨又如何？你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，这根骨头老祖收下了。修的是无情道，断的是凡人根。今日就用这反骨断了你们的线路。反骨于金战！知悉姐。父亲留下的信是希望，也是最后的诱饵。石小北知道，去苦海的路将是一条由仙人尸骸普救的血路。是山上派下来的杀神吗？不是，我送你们走。在那里，抓住那个逆种！老祖有令，取回反骨者4掌生丹，杀！爹，这就是你曾看过的世界，那些高高在上的，把我们当成牲畜，甚至连死后的尸骸都不肯放过。反骨众人！知悉姐，小北，快走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无岸。海界为尘土。我不是来回头的，
我是来送你们上岸的。你就是无名。实验那个短命鬼竟然真把这根骨头传了下来。小子，你可知这苦海里沉了多少根想逆天的反骨？我爹说你会带我去彼岸。苦海没有彼岸，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轮回和换不回的命。想上船，拿你的记忆来换。每一个上船的人都要留下一段他最真实的记忆作为资粮，若记忆不够重，船会翻。小子，你选哪一段？如果我忘了这些，我还是我吗？忘了，你就是神。记着，你就是这海里的牺牲。那我就当这牺牲。这不是实验的道，他在借苦海习苦。小子，看清楚了吗？那是天选之躯。当年老祖在9天之上炼化的神胎，本该是这世间唯一能承载永恒仙道的载体。如果那是神胎，那我又是谁？你是实验那个疯子从神坛上偷下来的废品，他为了让你拥有凡人的情感，强行抽走了其中的真灵，塞进了一个凡女腹中，使那具神躯被剥离出来的人形。这是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拿走！老祖抓你回去，就是要让你这么真灵回归神躯。仙凡合一之时，老祖便能通过夺舍踏入永恒。你现在的反骨，只是他磨砺神躯的磨刀石。他来过这里，窒息姐没死，他被关在这里。这里是苦海的尽头，也是轮回的盲点。他为了保住你的那一丝丝人性，确实闯过此地。但想救他，你得先杀掉对面的神。实验带你去雪地，是让你修忍；窒息为你剥皮，是让你修情。这还不够。反骨知道，核心在一个“断”字。
小北，别回头，姐一直跟着你呢。知悉姐，这世间所有的苦，你们都替我尝了。如果反骨需要代价，那就把我的命也一起裂了吧。我修这一身反骨，就是为了让那些有情的人能平平安安的活在太阳底下。希望你见到那个双生神去时还能重视。走吧，老祖的爪牙已经堆到海面上了。捏杖，老祖法外开恩，留你一具全尸。若再负隅顽抗，便将你的残魂点入魂灯，受万在焚烧之苦。小子，接着！这绝非实验的建议，这是万古凡人的诅咒。侄儿，你真以为这地宫是无名发现的？这是本座为你准备的墓地呀！那是窒息的血炼成的尸心主，你每动用一次反骨，他的一缕神魂就会衰弱一分。杀还是不杀，你自己选。走，去苍天之墓，那里有隔绝外界窥视的屏障。鱼儿已经带上了诱饵，等他到了苍天之墓，集齐了历代反骨的怨念，那一刻就是老祖采摘果实的时候。苦海无边，每走一步都是陷阱。到底是谁？老祖叫你守灵老鬼，你手臂上的印记和蝶的一模一样。既然你是守火人，为什么要看着这人间变成炼狱？这3个字我已经50年没听过了。小子，你爹实验是个英雄，他宁可碎骨也要保住那颗火种，而我是个懦夫。50年前，是我亲手打开了仙门入世的屏障，只为了换取一个莫须有的飞升名额。害死了爹那一辈的所有人。是，但我发现仙门给的掌声是建立在万古枯竭之上的幻想。我逃进了苦海，当了50年的摆渡人，就是在等一个能带我回岸上的。你就是那个债主。窒息姐，别怕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别动气！老祖就是想让你在这苦海里燃尽意志，痴心重惜的是你的情，杀的是他的魂。如果不狠，我修这反骨又有何用？这里埋葬着历代挑战仙门失败的反骨英雄。老祖之所以不敢亲临，是因为这里有众生愿力构成的禁阵。他们都在等吗？他们不是在等你救命，是在等一个能替他们向苍天出剑的借口。小子，握紧你的剑，这里的一砖一石都是代价。
这火种我带不走，但我能把它传给那个还在哭的孩子。天，原来你早就知道，你早就知道这是一条死路。老鬼，你以为带他躲进这里，老祖就找不到吗？这天姓仙不姓樊，小动物，现在往我的老命上踩过去！小畜生，拔剑啊！怎么舍不得你那个小情人？只要你拔剑动用本源，他的神魂就会碎裂一片。这种滋味，拔剑，他会碎魂不拔剑，众生灵魂将会窒息劫。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别为我们流泪，为我们出剑。凡人的脊梁，从不为仙人而剜。这一剑不为我，为这人间万古不取的魂。反骨，千古恨。小子，你做到了，你接了这一幕的魂。你神性重塑凡躯，弃剑者方能见真我。好一个反骨千古恨！小子，别看那把剑了，那一剑千古恨已经烧干了他的魂，强行留着他，只会让你和他一起碎掉。这是我唯一的念想，剑里有蝶的残余，有只希劫的线，丢了它，我拿什么去杀老祖？剑失秋龙，念失枷锁。你若不弃，如何承载这万古不灭的火？与其让你被这把断剑拖死，不如让老夫最后赎一次罪。实验没叫完你的最后一刻，老夫来叫！好一个奇剑！本座倒要看看，你若没了那把恨意凝成的剑，拿什么来面对这满世间呢？吼！苏老鬼，实验已经化成灰了，那个小畜生也躲进苦海不敢露头。你们这些蝼蚁，
除了给老祖提供血气，还有什么？我们的用处就是看着你们这些神仙怎么被自个儿的贪婪给烧死。爹，是你吗？爹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小北，你修反骨是为了杀人，还是为了救人？我要杀光那些高高在上的畜生！我要救出知悉姐！记住，贝尔，伞的作用不是遮蔽天空，而是为那些无法躲雨的人撑起一片晴朗。你的剑该为谁而拔？我只能等到这儿了。弃剑，或者沉默。别还手，这是陷阱。不要杀他们！既然你们是重生的蛊，那便入我的蛊吧。我弃了恨，弃了剑，现在我来带走属于我的真理。你在自毁前程，那样你永远无法成仙。小杂碎，我们没打算成仙。老祖，你给我的痛，我现在全还给你。纸砚啊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没有走你的老路，他把这满世间的苦修成了他自己的神迹。老祖说那孽障必死于失心毛下，那毛头可是用了10万凡人的亲情血气，谁能扛得住那股因果冲击？可惜了那句神曲，若非那孽障冥顽不灵，老祖现在怕是已经飞升9天了。何人敢闯仙门重地？我回来了。
石小北已经碎了剑，反骨没了恨，就成了废物。苏老鬼，既然你等的人回不来，那这最后一声精血，本圣就替你收了。人没死，你体内的仙气竟然被污染了。不是污染，是归还。回来就好，小子，你的头发白得好。苏叔，别说话，我送你去苦海找无名，他在那里等。你感受到了吗？他回来了，他带着那副被你污染过的神躯回来了。他越是靠近这里，这朵失心莲就开得越灿烂，你的痛苦也就越真实。小北，别来，这是个死局。唯有杀了他，拿回那根变异的反骨，本座才能完成最后的万古天书。你虽修成反骨，但老祖的阵法是和天道之人，入此阵者，皆为畜狗。如果我的存在会让你痛苦，那我宁愿从此沉寂。
他放弃了，我杀了他！反骨重生像。看来那个人的计划也快到了。当你看到这个，说明你已经回到了这里。别听老祖的鬼话，这根反骨里藏着的不是长生，是爹留给你的债。老祖要的不是你的命，而是这根骨头里沉积了万载的能够逆转因果的红尘冤。他要用这股怨气去冲破那道禁箍了，他数千年的天道枷锁。爹，你留给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神器，而是要让我陪着这满世间的人一起在这泥潭里滚啊！逆子，此乃天道禁地，凡夫俗子踏入本部，神魂俱灭。小北，救救我们！救我们！智儿，你终于来了。看，他就在你面前，只要你踏出最后一步，这9根断魂钉就会瞬间刺穿他的识海。他的生与死，现在全在你脚下这一步之间。老杂碎，放了他！你要的是我的骨，我给你。给，现在给已经迟了。说要你亲自入阵，让反骨余温去温养这朵血莲。当你彻底化为这朵莲花的养料时，它才能活。爹为了救我，挖了骨，窒息皆为了救我，剥了皮。现在轮到我了吗？姐，别怕，我来了。走，快走！他在骗你，他在用你的血开启万古天的祭坛。
功告成。盘古献祭，圣魂未临，这片苍天终于是本座的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滇中眼种，有了它，便能超脱凡俗，成就永恒。爹留给我的债，是要让我带走所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贪婪。求求你，我已经没有爹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。这一世，姐陪你修了这反骨。反骨于锦焚天！池儿，这世间哪有什么仙凡之别？所有的骨头最后都要归于尘土。你想救他，那就看你敢不敢去那个地方。那是归墟万物魂灵的终点，去那里你能找回它的碎片，但代价是你再也无法做回人类。只要进了归墟，拿回本座的另一半神格，你这反骨也不过是本座的脚踏石。这小北，老祖已经进去了。归墟之内没有时间，没有方位，有的只是无尽的回归。归墟之门已开，一旦踏入，世间再无时小北。你若踏进去，你这一身凡人的皮囊会被那里的规则一寸寸剥离。你想救他，就得用你的肉身去填补他消散的灵觉。皮囊，我早就没了，天没了，劫也要散了。我要这身皮囊有什么用？若能以此反骨，换他一线生机，又有何惧？不仅是皮囊，一旦进入归墟，你的反骨会因为承受不住神格碎片的冲击而产生永久的变异。老祖高高在上时，看我们何尝不是怪物？爹，
9个誓言，你终究还是让他走到了这一步。红尘月呀！小畜生，你果然追进来了。在这里，本座就是主宰。看到那座台眼了吗？那是本座当年留下的一半神格，只要拿回它，这天地都要在本座脚下颤抖。原来如此，原来那个盲女才是真正的引子。师爷，你骗得本座好苦。你把它还给我！凡人就是凡人，无论你修成什么样的骨头，在真神面前，终究只是灰烬。小畜生，看着他最后的一丝真灵消失吧。小北，不要救他，碎骨求生。凡骨与金同辈。
这一半神格，你拿不走，因为这原本就是为了镇压你们这些仙而存在的。爹，不可能，你只是归墟里一段无形的意志。你是实验留下的残渣，本座已经修成半神，你凭什么挡我？仙不入轮回，凡终将还乡。是你吗？不是化成灰了吗？既然本座得不到，那就让这归墟彻底崩塌！
食言，你护得了他一世，护得了这人间万事吗？只要这根柱子倒了，归墟倒流，仙门也会陨落，凡间也会化为灰烬。大家一起死！不用他护，这债我还没还清。这种污秽的怨灵，怎么可能修补轮回？小北，爹这次真的要打完最后一柄剑了。反骨众生柱。放开我！我是神，不能死在这里。神，凡人的债你还没清。你追求的掌声，其实就是吸干别人的命。老祖，这苦海里每一朵浪花都是你的罪。姐，你看，雪停了。小北，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？老祖死了，轮回稳了，但是小北也回不去了。你现在是归墟的主人，也是这世间唯一的守墓人。你一旦离开这里，这片好不容易稳定的轮回就会再次崩塌。回不去，那人
剑怎么办？苏叔他们怎么办？实验留给你的不仅是这根骨头，还有那战士灯。只要灯在，人间就有光。小子，你想不想知道，除了守门，还有没有第三条路？已经7天了，在这归墟里，7天便是人间的一个秋天。当你握住了轮回的权柄，你便不再是那个在铁匠铺里流汗的小子。我看着他们入轮回，看着他们忘掉前尘，这权柄更像是诅咒。姐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颜色。我找遍了归墟，只有这里长出了颜色。小北，我不渴，也不饿，但我能感觉到你很疼。这里的骨头都在哭，你每天听着这些声音，怎么受得了？听习惯了。就像铁打铁的声音。姐，老头说有第三条路能带你回人间，但我总觉得他在等我入局。老祖那个废物，竟然死在了反骨手中。归墟易主，因果逆乱，绝不能让那个孽障掌控轮回。降下天柱劫，将归墟彻底抹除。宁可错杀亿万魂灵，不可让反骨踏入神境。看，麻烦来了。小子，你还没去找他们，他们已经急着要对你动手了。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三条路。上界视归墟为眼中钉，是因为这里藏着让他们恐惧的凡人真本。你想救窒息，想保住这人间轮回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天补道。怎么补？用你的反骨做柴，用这上界的天雷做火。但过程比剥皮抽骨痛上百倍。
别去。他现在是把这漫天仙人的杀意当成打铁的火，这最后的一柄剑，他得自己把自己给煮出来。原来，这就是你们的神器！我族人的骨，震我族人的魂！还给他们！真天堂，毁了！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千年的等待，终于换回了这一线生机。我们回家。哎，亮了吗？不，这是什么光？既然还有希望，那我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把他带回去。凡尘蝼蚁，竟妄图撼动天规，简直不自量力！
圣体已成，归墟已稳，但这门你推不开。当届那几位动了震天阵，将归墟通往凡间的两界缝隙生生焊死了。你想带着一个神魂强闯，只有一种结果，他会被两界挤压的力量瞬间撕碎。那我就把那道缝隙撕得再大一点。爹叫过我铁打不动，是因为火国王命改不了，是因为骨头不够硬。这不仅是骨头的问题，窒息是归墟出来的灵，凡间是排斥他的。除非你愿意分出一半的圣体精金，在这归墟的海眼里为他重组一副凡胎，但那样你的圣体将不再圆满，你拿什么去对抗上界的元始天尊？只要他能活，我不求圆满。小北，我有心跳了。姐，我们回家。去吧，告诉那些高高在上的神，凡人的脊梁是撞不碎的。上界降下的劫难，是要让这片土地彻底化为劫地，不留一个活口。凡众已污，因果已乱。奉元始天旨，此界当灭。这片地，幸好你们这些穿着金皮的贼，该滚了！大胆逆种！
元始，你就派这些杂鱼来送死吗？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小北，你这头发……苏叔，头发白了，眼就青了。仙门在上界待得太久，忘了这地底下打铁的声音。小北，城里的百姓还有救吗？石小北，你舍弃了圆满圣体去救你的蝼蚁，现在的你就不再是威胁。3日后，吾将开启大日灭绝阵，将这方圆万里化为焦土。你护得住这间铁匠铺，护得住这人间万民吗？元始，你错了。爹教过我，打铁最难的一步是淬火。这3日，我会用这人间万民的意志，淬出一把能展开9天的剑。小北，当年你爹打出那根仙骨后，曾在这铁枕前窟坐了3天3夜。他临走前对我说，这世上最硬的东西，不是神铁，而是活生生的人命。这具铁枕其实是历代收获人用脊梁骨磨出来的。我能感觉到，这里面不仅仅是生铁，还有一种不甘。爹留下的不是阵法，而是一个祭台。小北，元始天尊的大日灭绝阵已经开始了，天上的温度在升高，城外的冰川正在变成毒雾，我们真的要在这里等吗？既然他要灭世，那我就在这人间重新断一个世界出来。
以凡曲为引，窃取神力。石小北，你这是再自焚！即便你断出了兵刃，你的身体也将化为焦炭。说能燃尽这漫天的神符，化为焦炭又如何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人间？归墟大门关了，你不可能出来。傻姑娘，归墟是我的囚笼，也是我的道场。我送他出来，是为了看他如何在这人间死地里把自己炼成一颗仙胎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真以为石岩留下的反骨是为了对抗仙门？错了，石岩也是仙门的一份子，他是为了在人间寻找一个最完美的容器。这反骨修炼到极致，便是这世间最纯净的能量级合体。老祖要夺舍它，原始要炼化它。这第三条路不是什么生机，而是让他自愿把自己炼成一把钥匙，去打开那道封印了上界万年的天门。而天门后才是真正的末世。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从归墟开始，你就一直在等这一刻。不错，小北，别费劲了。元始天尊是你父亲的师尊，这出戏演了50年，就是为了让你燃尽人间怨力。小北，对不起，没得选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父亲，他为了人间的延续，选择把你当成火种去燃烧。现在把剑给我，我可以让你和这女孩活下去。如果连亲情都是骗局，如果连反骨都是囚笼，就把这骗局一并占了。众生为锤，因果为坛，我命为刃。这不是
是仙门的法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爹没教过你的，这叫年穷志不穷。小北，你走出了自己的道，这不是我的道，也不是仙门的道，那是希望。姐，我看到天门了。在那位日的后面，小北，你斩了我的引路人。那便由你来做这开启天门的祭品吧。原石，这人钱你拿不走。姐，如果天亮了我不回来，你就把这澡堂埋在爹的铁枕下，还有送你离开的最后一道火种。是老大在替他们开路，盘古不遂，咱们的脊梁就不能完。跪着的都给老子站起来！你们在天上待得太久，已经忘了这大地是有重量的。石小北，你弃了圣体圆满，换来这把脆弱的凡心之剑。你以为斩碎了这具金轮就能救下那些蝼蚁？你修的是无情的天道，我守的是有情的地辰。既然你爱铸剑，那我今日便打碎这苍天，让你再无处安放你的虚伪。
回归吧！脱离了那肮脏的红尘翼，你便是无座下的第一神将。这是实验求而不得的恩赐。恩赐！这种吸干万民血肉换来的掌声，老子嫌脏！九鼎震仙，一阵定红尘。剑，这最后一锤，得你来敲。反骨非骨，乃人间之胆。九鼎，起！那具铁枕，竟然是上古封神榜的残篇实验，你的意图竟敢算计无数千年！天没算计你，他只是相信凡人的骨头比你的身体更硬。原是这一剑是替我爹以至西劫，替这天下被你当成要诈的生灵还给你的。终于开了，真正的末日比原始有趣。开了，终于开了！原始那个伪君子守了这扇门3000年，他怕这门后的真相抹杀了他的神位，但我要让这虚伪的世界归于最初的混沌。石小北，你赢了神，却输给了这天意。天意，若是让重生化为虚无，那这天意便由我来改。爹，人间值得。他在做什么？小北在做什么？那门要吞了咱们！他不是要吞了咱们，他在拿自己填那扇门。你疯了！那是化外虚无。进去之后，你不仅会死，连你在人间留下的所有痕迹、所有记忆、所有因果都会被彻底抹除。若能换得万家灯火，我石小北何惧？反骨钟艳帆。
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伤是怎么来的？咱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为什么在哭？我是在等谁吗？这颗糖是谁给我的？岁月如梭，红尘依旧。那段被遗忘的故事，早已化作这盛世的基石。师傅，您常说咱们打铁打的是胆，可这胆到底是什么？胆啊，就是在这冷冰冰的世道里，总得有人把自个儿烧了，给别人换那一口热气，